Spark 处理备取资料之外 ，Streaming 也是其特色项目。Streaming 表示资料会源源不绝的进来，需要及时的处理或分析。那 Spark 在非常多的情境都需要及时的处理大量的数据，例如像是 Website Monitoring 以及 Fraud Detection。那在这两种情境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及时的去监控、监视着一直流进来的 log 资料，及时的去决定说我的 Website 有没有状况，或者说有没有 fraud 进入。那我们在介绍这个 architecture 的时候呢，有一种传统的情境叫做 Lambda architecture， 这表示说我的资料来源同时会被分到 batch mode 以及 streaming mode。当资料来源进来的时候呢，我有部分的资料我是要做备取的处理，这些备取的处理包含了一些 table 的 ETL， 那或者是需要一些正确性高以及完整度高的资料。那另外一方面，在做 streaming 处理的时候，代表我要做一些短时间 low latency 的动作。那传统在面临这样的架构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如果采用不同的架构去处理备取以及处理 streaming 的资料的时候，会用不同的程式语言或者说不同的开发框架来开发这两块部分。那在实作上呢，也需要2倍的实作成本。那在 Spark 这边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块。刚刚提到的 Spark SQL 能够解决备取 processing 的问题。那在 Spark Streaming 的这边呢，它也可以解决 low latency 的问题。那 Spark Streaming 它保有了 Spark 广纳百川的优点，能够及时的从不同资料来源收集资料，包括了卡夫卡、Flume、HDFS 以及 AWS 的 Kinesis、Twitter 等等。那透过 Spark Streaming 处理过的资料，可以再存放到 HDFS database 或者是像 dashboard 的方式来呈现。Spark Streaming 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概念，称为 D-String。D-String 是将 Streaming 收到的资料根据时间切成一个一个小块，每个小块都是由一串 RDD 构成。D-String 可以从 data source 直接产生，也可以从其他的 D-String 转换而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D-String 是怎么运作的。Streaming 资料会随着时间进入 Spark Streaming， 那 Spark Streaming 会以固定的时间将资料切成一块一块的 D-String， 所以有另外一种称法叫做 mini batch。因为我们会把一个不断进来的资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时间非常短暂的备取资料来做处理。那转成 D-String 之后呢，就可以用 Spark RDD 来处理资料。每个 mini batch 大约从半秒到1秒的间隔。那计算时呢，可以结合好几个 mini batch 的资料一并的处理。这种一次处理好几个 D-String 的方式叫做 window。从这个图来看，每个时间段都会有一个 D-String。我们从上面 original D-String 来看的话， timely timer 每个时间点都会有一块 D-String。那我们在这边 window 的长度为3，表示一次要处理3个的时间段，并且每隔2个 D-String 做一次 window function。这边的意思是说，从上面这个图，我的 window base 也是要处理3个 D-String。那我在前一个绿色虚线的 window 跟下一个红色实线的 window 中间是差了2个 D-String， 2个时间间隔。那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移动平均数的概念，例如7天的移动平均，就是一次计算7天的资料，然后每天或者说每2天计算一次平均数。接着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怎么操作 Spark Streaming 的。这边我们的例子是接收 Twitter 来的资料。首先我们要指定一个 Streaming 的资料来源，那这边用的是 Spark 里面内部就有设计好的 Twitter Stream， 它可以不断的从 Twitter 那边读取资料。那接着可以直接对接收下来的 tweets 做操作。虽然操作看起来很直觉，也是直接使用 Flag Map， 但是观念和 RDD 是不太一样的。一般的 RDD 的内容是不变的，但是在操作一个固定的资料集。但是 D-String 在这里是操作一个资料流，里面的资料会随着时间不停的变化。这边的 hashtag 是从原本接收进来的资料中取得其中的 tag。那如果想计算最近1分钟出现的 hashtag， 就必须设定一个 time window， 让这个 time window 可以每秒计算前5分钟 hashtag 出现的次数。那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 ，D-String 后面接 window 表达 window 的长度和 interval。那以这边的例子来说 ，window 里面 minute 是1 ，second 是1。表示说我的这个 window 长度长达1分钟，然后每隔1秒钟计算一次 window。那之后再接要做的动作，像这边后面就接的是 count by value。设定好后 ，Spark Stream 就会根据自动定期的计算 hashtag 的数量。最后要跟各位介绍在处理 streaming 资料中必不可少的观念 checkpoint。前面有提到 RDD 会记录 RDD 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 streaming 资料会不断的进来。
这个联系关系也会越来的越长，会大量占用记忆体，同时影响整个错误容许的运作。因此，我们需要定期的将资料落地储存。那这就是 checkpoint 的用途。当我们定期的呼叫 checkpoint， 就可以定时的打断 RDD 之间的联系关系，将之前的结果暂存在 HDFS 中，然后维持程式的效能。例如在这边，我们 T1 会存取是 HDFS， 那它到了 T+1点的时候，资料就只有维持在这3个地方。那我到 T+2的时候，又重新再存一次 HDFS， 那资料又是从这个点再往下延展下去。那使用 checkpoint 的时候要注意，如果太频繁的使用，反而会因为增加硬碟读写而减低效能。那通常来说的话，大概10个batch动作会做1次的 checkpoint。